这个是白色的彩绘胶，然后这个就是纸巾，我们把它揉成团，这里的褶皱稍微明显一点。然后我们蘸取彩绘胶延长做好了之后，我们在上面去压白色彩绘胶的肌理，制造这种大雪下在甲面上的感觉，但它又不是画出来的那种。差不多这个样子的一个面积，然后我们去照灯60秒。彩绘胶照完灯之后，我们用魔镜粉专用的免洗封层涂抹整甲面。用小笔，这个会拐弯的拉线笔去勾一下后缘靠近皮肤的地方，给它涂抹到位。好，接着我们倒置，让它自己流平一下。调整平滑了之后，我们去照灯30秒。给我们的蹭粉封层照完30秒之后，擦干净我们的手指头啊，然后去选择我们想要的魔镜粉，给它整个蹭上去。像这种半透色的，它就可以透出底下的底。粉的量要多一点，把它整个蹭实、蹭满来。好，扫干净多余的浮粉，可以看到它整个非常亮。接着我们要包它之前啊，要用海绵抛细的这一面，用海绵抛的细面，把整个指尖的棱都打磨一遍。像这个样子，整个边缘轮廓全部都打磨一遍，然后清洁干净粉层。接着用硬式封层去先包裹一遍魔镜粉，靠近皮肤的地方慢一点。笔触一定要轻一点，不要太用力。我们去照灯30秒，接着呢，还是用硬式封层去做一个建构，这个是没做建构之前的厚薄度。为什么要先包魔镜粉再做建构啊？是因为我们如果是一开始就直接做建构的情况下的话，笔触稍微会重一点，然后包裹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刷的时间又比较长，我们的魔镜粉就会容易浮粉，变得不够亮。所以是先用硬式封层快速的薄涂包裹完一遍了之后，我们再慢一点的去操作做建构封层的动作。整甲面薄涂找好范围了之后，取适当的胶量去做一个建构。用圆头笔把胶量铺匀了之后，我们换小笔，调整甲面的平滑度，调整到相对平滑了之后，倒置一下，让它自己主动流平。接着我们的硬式封层去照灯2个60秒。封层照完灯之后，我们取粘钻胶，在我们要贴饰品的地方先少量的涂抹。接着摆放我们要粘贴的饰品。可以倒过来看一下是否贴直了啊，不要贴歪。贴直了之后，我们用手持针固画5秒，接着继续粘贴。
主钻的部分贴好了之后，我们来排小钢珠。这里我用的是一大一小2颗小钢珠啊。好，像这个样子，小钢珠一颗一颗摆好，贴好来之后，我们用粘钻胶再去包裹我们的平底钻和小钢珠。粘钻胶重点包裹的就是它的这个尖尖和侧边，小钢珠需要我们整体包裹。同样包裹一部分，我们就照一次灯啊。好，像这个样子，整体粘钻胶的包裹就完成了。OK， 最后呢，我们就用硬式封层，把整体粘钻胶所有走过的地方，小钢珠整体，然后钻的这个侧边，其实就是我们粘钻胶刚刚走过的地方，都用封层带一遍就可以了。也是这个样子，包一颗，照一次灯，然后我们把它全部都包起来。好的，像这个样子，封层封完了之后，我们的这个款式就完成啦。然后呢，我是12月9号，23年12月9号做完的这副美甲，10号拍的视频，就是它，对吧？然后今天呢是24年的，2024年的大年初三12号，一共66天的一个持久度。然后最后我们来讲解一下，为什么大家做的这个魔镜粉它容易掉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的第一步，注意事项的第一步，打磨整个指尖的棱，用海绵泡的细面。然后重点2就是我们包完粉之后，一定要做一个厚一点的建构，我们的建构一定要有厚度，我们的魔镜粉才不会分层剥落。2个重点大家注意一下哦。我是麦的默默老师，带你了解技法，爱上美甲，拜拜。